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3月11号。昨天比特币跌破2万美金，是跟朋友们提醒一定要买啊，千金难买牛回头。那今天视频来跟大家讲一下，它这个点位不会再破了，就是昨天打出的这个低点跟这一个低点，我个人计算的一个玄学的方法，我想很肯定的跟大家讲，这个位置不会再破了。你现货的话一定要给我买，不买的话肯定会后悔。或者等下再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一波美股银行的事件，不管是硅谷银行还是 Silvergate， 它就是比特币或者是整个全球的大资本主力搞的一个危机 2.0， 或者等下视频再来跟朋友们简单的聊一下目前的位置还有哪一些技术形态的知识值得我们去参考，特别是4个小时的一个技术形态，在这个位置跟当时这一个位置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当时下方是有一个很小的量能，其实在4个小时里面，你如果认真的去观察，当时我的视频有没有在这个位置跟大家提醒4个小时是有一个多方的量能已经出来了。那昨天的4个小时其实也是已经有一个多方的量能，它已经把这个下跌的量能给盖过了，所以方向就是往上去看当然也不排除有可能这个会是震荡。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还是一样，先来看一下刚刚跟大家讲的，就是这几天也是有看到很多朋友在担心，也就是这个什么硅谷银行或者是 Silvergate，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现在是在商谈自救事宜，而且同样是找曾经处理 FTX 交易所破产的律师事务所来帮他们处理。所以我的一个观点是，它这一波下跌跟前面的 FTX 交易所崩盘的一个位置，我个人的感觉是，应该就是同一只黑手在这边，不管是比特币或者是美股，它就是同一只黑手要利用很多的空方的消息来接到更多的筹码。其实美股很多朋友是问要怎么来对待，我的观点，它整个大长线就是在筑一个很大的底部的区间可能是不是主力筹码还没有接够，才会利用这么一个事件，美国那边的一些商业银行来制造一些空方的消息，把很多散户是不是在这整个底部的区间筹码给它下出去，整理到位以后有可能才会涨我们思考一下，硅谷银行我是有看了一下它的整个规模，好像储蓄的规模是有2000多亿美金，但是跟那一些美国的3、4家大级别的旗舰型的银行，那就是小巫见大巫。如果这一次比如说是小摩或者是大摩或者是富国银行或者是花旗银行其中一家出现这种问题，那我想跟大家讲要小心那更别提那个 Silvergate， 你如果有认真去看一下它的整个总市值，在没有崩盘之前我观察一下，它的总市值可能最多就3亿美金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不用去担心有可能就是多方的主力在这边筹码接的还不够，继续起了一波。那现在整个位置的形态我们要怎么去观察，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目前如果是一个大头肩底的形态，那这右肩的形态跟比特币疫情底的一个右肩形态是非常像我们可以明显观察一下，这边如果是一个大头肩底，这边的右肩，整个大右肩，这是一个右肩，这也是一个右肩，前面的这个位置是不是整理区间？它崩盘，崩完以后它有再往下吗？其实也是在这边筑出一个区间，有没有可能就类似这个区间？现在就是在这边整理，它这个位置跌破完以后，这2天量是非常的大。我昨天视频是希望朋友们千金难买牛回头，该买还是要买。很多粉丝朋友昨天是也在买我想给这些粉丝朋友给一个赞。但是有一些空方的朋友，我知道他们是听不进我的建议。其实我是想帮大家赚钱你问问自己的心态，25K 高位的时候，是不是在想的我一定要怎么想办法都要买一些币，去追。那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比如说今天早上在 Discord 社群上面跟大家聊的一个观点，估计下去点位我也是算过。19700美金支撑是很强那昨天这一个量这么大，基本上是已经收上来了，而且4个小时它是出了一个多方的量的。那我等一下来跟大家讲，这个位置就是跟前面去年底的时候是一个位置非常的像，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加仓点位20K 附近，
你尽量仓位要加重一点啊，不要上涨心里想着或者是乐着要去追，下跌的话又不敢买，甚至还在恐慌杀。我是想问问那一些跌了这么多的情况下还在看空的一些朋友的心态，25K 当时的一个心态跟20K 现在的心态是不是就是这样子？上涨的时候心里乐着要追，下跌的时候又不敢买，甚至还在恐慌杀，这就是散户的一个心态。当然想1年或者是2年就摆脱这种散户的心理肯定不够的，可能要5年甚至10年以后。那我想跟大家讲的一个位阶，它现在的整个区间其实不用担心啊，这个位置破位下去，我估计这个位置也就是已经稳住了，因为我是有利用玄学的一个方法，它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多方的失恋制造出来的一个恐慌事件来骗散户的筹码。然后我们再聊一下昨天提到的几个知识观点啊，也就是它这个布林线下轨跌破，其实现在这一个 J 值昨天是来到非常低的位置，就是下去你尽量要买，买的话现在是不是就是利润？而且它现在价格还没有回到这个布林线轨道内，而且昨天的这一个布林线周线的中轨，它就是踩在这个中轨的位置。很多粉丝朋友也是很聪明啊，它这个位置的压回跟历史上，也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一个比特币右肩的一个位置，这不是一个头肩底嘛，大头肩底，它这一根下跌不是也是压回到这个布林线中轨，然后整理了1周、2周、3周、4周、5周、6周，接近5、6周就上去了。但是这一次6周够不够？我的估计可能还是在震荡，也有可能它这一次压回的位置就类似这一个，我们可以明显观察一下，有可能也是这一个，其实也是在震荡，有大涨它也是在震荡，就是在布林线中轨上方，或者是就是这一个跌破这一个区间，它就是在这边整理啊，整理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才上去。所以目前的位置也是一样啊，这个位置该买还是要买。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日线它比特币的整个量价，可以明显观察一下，现在已经收盘了。我们用币安的这个交易对啊，可以观察一下，它是整个区间里面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根恐慌的一个下跌量，全部被主力给接走了。那我们再观察一下4个小时的量价形态，刚刚在 Discord 或者是推特上面早上发的，很明显的观察，昨天4个小时这边已经出了一个多方的吞噬，而且这一根就是一个多方表态的量，很明显这个低点我的观点是不会再破下去了，不排除有可能会震荡有压回，但是这个位置不会破。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个位置，其实刚刚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去年底的时候不是有跟大家讲过一个点位，当时我记得是在30号附近啊，就是这一个，你很明显的观察一下，它也是下跌的低位，然后出了一个很大的多方的量的，整个区间里面最大的一个，也是在下跌的低位，后面就慢慢上去，攀完一段时间，就开启一波井喷的行情。但是这一次时间我估计不会这么快啊，没有这么快，估计可能还是会震荡一段时间，不排除有可能它会重新收回到这几个下跌的高位，特别是这个2万亿，也不排除有可能会慢慢把这个位置给攻上去，攻上去也不一定会大涨，有可能还是在这个区间，就在这一根 K 线的区间看会不会稳一段时间。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